嗨，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最近幾日白銀大幅上升，創下13年嚟嘅新高喎。好多網友問白銀突破咗我之前一直講嘅34.4美元，呢個是否意味住新一輪嘅升勢？喺呢集呢，我會講下對白銀嘅睇法。另外，我一直講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最有可能喺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目前距離6月尾仲差3個星期啫。究竟我有咩睇法呢？喺開始之前，請你按訂閱、點讚同埋按下鐘仔，呢個代表你對我嘅支持同埋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好啦，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5月份 ISM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跌至48.5，連跌3個月，而且持續處於收縮區間。原本預計會升嘅。星期五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顯示，美國5月嘅非農就業人數增加139000，較4月向下修訂嘅147,000略有放緩，但仍略高於預期嘅13萬。美國就業市場有所轉弱。失業率維持 4.2%， 美國就業數據有所放緩呢，但比預期強，投資者對衰退嘅憂慮緩解。另外，特朗普同習近平通話後宣布兩國將進行貿易談判，亦利好大市嘅氣氛。消息利好美元，股市回暖，美債資金流出，10年期國債息率升超過10點子。直至6月7號各項指數嘅印記，美匯指數報 99.22， 道指報 42,762 點，標指報6000點，納指報 19,529 點，黃金報3313美元，白銀報 36.05 美元，鉑金報1179美元。佢哋分別自1月就上升咗 26%、25% 同埋 32%。禮拜五，特朗普喺 Truth Social 貼文指出，美國經濟近期就業增長穩健，通脹降溫，聯儲局應該將利率下降1個百分點，並稱呢個將係經濟嘅火箭燃料。佢重申咗自己嘅睇法，指鮑威爾降低借貸成本嘅步伐太慢啦。咁大家可以估下，鮑威爾會唔會喺6月17至18號議息中減息呢？中美元首終於直接溝通啦。特朗普宣布兩國將再進行呢個貿易談判，亦利好大市嘅氣氛㗎。但喺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系列搖擺不定嘅政策下美國經濟前景越發暗淡。聯儲局發表追蹤地區經理表現嘅褐皮書，發現國內多個地區出現經濟活動收縮、企業招聘停滯、物價上漲等。有大約一半嘅企業表示會直接提高被徵收關稅嘅商品嘅價格。有趣就係好多企業同時提高咗未受關稅影響嘅商品同埋服務價格。呢啲企業加價一方面係為彌補呢個薪酬、租金、保險等生產成本嘅上升，但亦有部分企業單純係利用通脹環境作呢個藉口趁機加價。紐約聯儲局銀行一項調查亦顯示，75% 美國企業透過加價轉嫁全部或者部分關稅成本，意味住接住落嚟通脹好可能會逐步咁顯現。換言之，市場最擔心嘅停滯式通脹，即係滯脹嘅風險正在升溫。Ray Dalio 喺禮拜二出版新書，書名係《國家如何破產大週期》How Countries Go Broke: The Big Circle 中指出，美國面臨迫在眉睫嘅債務危機風險較低嘅，但長期嘅風險就較高。更高嘅赤字意味住財政部可能需要出售更多嘅債券，為其支出同埋利息嘅支付提供資金。
當政府需要發行更多嘅債券，籌集資金嚟償還現有嘅債務，但面臨更少嘅需求呢，不得不向投資者支付越嚟越多嘅利息，以吸引佢哋。Dalio 喺書中表示，利率上升導致信用風險惡化，導致對債務嘅需求減少，導致利率上升。呢個螺旋呢係典型債務死亡螺旋。同時，投資者借錢給政府時呢，要求更高嘅利率，亦導致國家運作嘅資金減少，消費者同埋企業嘅利率提高，並普遍使一個國家籌集現金嘅選擇減少。對我嚟講呢，呢個表明美國政策嘅制定者喺處理政府財政時呢，應該更加保守，因為呢喺困難時期呢，財政狀況不佳係最糟糕嘅事情。Dalio 上個月22號呢喺一項活動中表示，美國嘅赤字呢正走在不可持續嘅道路上，並且超出市場能承受嘅範圍。預計美國大約喺3年後呢陷入呢個危急嘅局面。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作為金融市場潛在危機響警號。佢警告喺美國政府同埋聯儲局進行大規模過度開支同埋量化寬鬆後呢，債券市場呢勢將出現裂痕。佢又指美國真正應該擔心呢唔係中國而係自己。美國應警惕內部嘅敵人。Yardeni Research 總裁 Ed Yardeni 喺1983年呢自創債券衛士一詞，形容嗰啲一心想透過拋售債券推高市場利率嚟迫使政府重整財政秩序嘅投資者。戴蒙喺禮拜五30號呢被問及所謂嘅債券衛士 Bond Virginities 是否捲土重來時呢，佢表示係嘅。戴蒙表示佢同意巴郡行政總裁巴菲特嘅觀點，即美國具有常態嘅韌性，但同時警告呢一次情況係唔同嘅，我哋應該齊心協力，我們必須迅速行動。據戴蒙所述，美國存在驚人嘅管理不善嘅問題，佢呼籲政府完善許可啦、法規、移民、稅收、教育同埋醫療保健系統，並表示如果呢啲問題得到解決呢，美國經濟年增長率可望達到3%。大摩策略師 Matthew 指，由於貿易嘅動盪為美元帶來壓力，加劇近期美元嘅跌勢，又估計美元疲軟嘅最大贏家會係歐元、日元同埋瑞士法郎。美元到明年中嘅跌幅約 9%， 並觸及91嘅水平。野村證券日前報告亦都指出，美元要進一步走弱，而且預計持續到下半年。至於中美貿易關係持續緊張，金價近期再度轉強。美銀證券全球大宗商品衍生品研究員 Francisco 稱，長期而言呢，金價年底或喺2026年仍可能突破每盎司4000美元嘅。白銀方面， Francisco 指白銀具有貴金屬同埋工業嘅屬性。等待未來工業恢復後呢，白銀預計可達到每盎司40至50美元。係啦，呢個星期有好多網友問，最近幾日白銀大幅上升，而且突破咗我之前一直所講嘅34.4美元，呢個是否意味住新一輪嘅升勢？喺禮拜四美國開盤，金價強勁上升，創下4個禮拜新高，銀價亦大幅上漲，創下13年嚟嘅新高。專家一致認為白銀走勢更加睇升嘅。咁樣亦都吸引咗好多技術分析員買入呢個白銀。分析指呢次突破已經醖釀咗一段嘅時間㗎啦，因為近幾個月嚟白銀曾幾次試圖突破35美元嘅水平，因此呢次突破係具有重要嘅意義嘅。銀價創下自2012年嚟最高嘅水平，當然值得關注啦。但銀價嘅波動性眾所周知嘅，佢完全有可能好似上漲一樣大幅咁下跌嘅。現在白銀已經嚴重超賣，歷史數據顯示，當股價下跌時，白銀就會上升嘅，所以股災係白銀嘅上升催化劑。7月白銀期貨最新上漲 1.43 美元至 36.08 美元。7月白銀期貨買入合約喺日線圖上睇到上漲上行突破交易區間，
擁有強勁嘅整體近期嘅技術優勢。白銀期貨下一個上行價格目標咧，就係收盤價高於37.5美元嘅堅固技術阻力位，跟住咧就係40美元嘅心理阻力位啦。而沽空下一個下行嘅價格咧，目標收盤係34.4美元嘅堅固支撐位，首個阻力位咧就喺36美元，下一個支撐位咧就係35.5美元。由於白銀呢個星期咧升得好急，大家要小心，佢隨時會調整嘅。特朗普嘅行動咧，同黃金、白銀嘅價格咧有直接嘅關係嘅。2017年特朗普首次上任時咧，金價每盎司為1100美元，白銀為17.14美元。而僅4年後咧，佢離任時咧，金價已飆升至每盎司1839美元，白銀咧亦升至26.07美元啦。如今總統特朗普第二次上任啦。黃金價格再次開始飆升至歷史新高，因為佢仍然咧使用第一任期內所採用嘅相同策略。特朗普喺第一任期內咧使用咗2種策略，就係關稅同埋降息。當時中國等國家咧積極增加黃金儲備以保護自己。現在特朗普又採取同樣嘅策略，徵收關稅並公開要求咧聯儲局進一步降息。咁結果將會係點樣呢？2025年，隨住歷史性嘅淘金熱同埋全球性黃金短缺嘅形成，黃金價格再創歷史嘅新高。專家預測今年金價將飆升至4000美元，白銀為50美元。而一位前中央情報局顧問則預測金價將達到1萬美元。當呢種情況發生時呢，你要想清楚，你是否應該袖手旁觀？由於經濟不確定性同埋地緣混亂推動避險嘅需求，黃金嘅市場咧仍有較大上漲嘅空間。不過，一位市場策略師表示，現在咧或許是關注白銀嘅時機。MarketGauge 首席市場策略師 Michelle 最近接受 Kiko News 訪問時表示，由於金銀價格一直在盤整，不過佢補充話，如果白銀價格穩固突破每盎司34美元呢，佢將會買入。上個月金銀比率創下5年嘅新高，飆升至107。金價亦都創咗每盎司3500美元嘅歷史新高。Michelle 認為2020年嘅高峰同目前嘅價格走勢有啲相似之處。喺2020年，金銀差嘅比率從歷史高位跌至6年嚟嘅低點。1年內咧就回調咗51%。如果用現貨金價格3380美元嘅金銀差比率為75計算咧，白銀價應為45美元。佢預計經濟放緩可能會迫使聯儲局咧降低利率，較低嘅利率將支持工業對白銀嘅新嘅需求。呢使得白銀比黃金咧更成為通貨膨脹對沖嘅工具。越嚟越多人認為外國嘅投資者不再信任美國，呢個將繼續損害呢個美元嘅，咁樣當然會利好呢個黃金同白銀啦。Questcat Capital 合夥兼宏觀策略師科斯塔表示，東西方經濟體對黃金嘅需求罕見相同，推動咗貴金屬價格大幅上漲，白銀價格亦將大幅回升至歷史高位㗎啦。科斯塔喺多倫多舉行嘅 PDAC 2022會議上向 Kiko News 強調，佢公司最近嘅報告。該報告研究指出，如果美國重新評估其黃金庫存相對於未償還嘅國債嘅價值，金價可能達到異常嘅水平。目前美國未償還國債36萬億，美國又擁有多少黃金呢？美國黃金儲備嘅價值約佔美國國債餘額嘅2% 啫。而喺呢個20世紀70年代呢個比例約為17%。喺20世紀40年代就接近40% 啦。科塔斯解釋話，如果我哋回到17% 嘅水平金價就會回到每盎司25,000美元。或者如果我哋回到40% 水平金價就會更高，接近每盎司55,000美元。佢指出，全球金融危機以嚟各個央行嘅黃金儲備一直處於50年嚟最高嘅水平。
而美國黃金儲備咧卻處於90年代最低嘅水平喎。科塔斯認為呢種差異咧可能會迫使美國重新考慮黃金嘅政策。我哋確實知道就係美元咧好可能咧已經達到封頂㗎啦，呢個係關鍵所在喎。咁樣作為一名投資者，你就會諗啦，喺呢種情況下咧，我哋應該點樣辦？佢認為美元走弱咧，將為好多長期被忽視嘅資產類別咧開綠燈。關於白銀咧，科斯塔認為咧，其即將大幅回升至歷史高位喎。佢注意到咧短期價格走勢積極，並認為咧包括白銀在內嘅黃金衍生性商品喺短期內咧極具吸引力喎。佢又認為白銀喺歷史上咧出現杯柄形態咧，預示着潛在嘅突破即將到來。此外，白銀供應受限於需求不斷增長。如果用金價5萬美元嘅金銀差比率為75計算咧，白銀價應為666美元喎。美國股市嘅估值較高，現在股神巴菲特持有大量嘅現金。我認為咧賣出股票轉投呢個黃金白銀咧，可能係聰明嘅選擇喎。我一直講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咧，最有可能喺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目前距離6月尾咧仲差3個星期。好老實講，幾乎可以肯定喺6月底前咧，股災同埋滯脹咧係唔會出現嘅。原因咧我就唔想多講啦，因為如果我講咧，大家會認為咧我係為自己嘅誤判而辯護嘅。所以從今日開始咧，我個結尾改為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最有可能喺2025年某個時間發生。我預計黃金、白銀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白銀下跌咧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白銀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4000美元，白銀亦會升至100美元嘅。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喎，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喎。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